第16课，自然启示与特殊启示的协奏。那天，他原本只是想逃离城市的压力。Karen， 一位在生技公司任职的研究员，某个周末孤身前往阿里山。他不是登山客，不爱泥土，也不是什么环保人士，但他的脑袋真的要炸了。连续2周的实验失败，老板的质疑，同事的背叛，让他怀疑人生，也怀疑科学。走在林间小径，他听见鸟鸣，闻见树香，呼吸着没有实验室酒精味的空气，感觉被什么抚慰。当他坐下来，看着阳光穿透枝叶，他竟然哭了。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没有见到天使，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幻影。但他说，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孤单的，好像有一位温柔却强大的存在在对我微笑。他还不是基督徒，他甚至对宗教有点反感，但那一刻，他开始相信，也许真的有一位创造者，这就是自然启示的力量。但它足够吗？一切从一片叶子开始说起。我们每天被科技包围，手机、AI、卫星定位、生物医学、量子物理，这些都来自观察自然的累积发现。人类透过感官、理性与经验，一点一滴拼凑出宇宙的规律。但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些看来随机的规律其实充满设计感？为什么水是唯一在结冰时体积变大的液体？若非如此，北极生态根本无法存在。为什么光的波长刚好在可见范围内展现如此多样的色彩？为什么 DNA 编码的方式像一套精密的语言，而不是乱码？为什么宇宙常数如重力、强合力刚刚好让生命得以形成？这些都是自然启示的证据。透过宇宙万物生命的结构与运作，他们在无声地说话。你们看，这不是随机的，这背后有智慧。保罗在罗马书说得非常直白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1章20节，自然就是一场不断播放的神迹，但它能告诉我们神的名字吗？当宇宙只能让你看见它，却无法认识它。自然启示就像一首无字的交响乐，让人惊叹，让人敬畏，但却不能解答我们内心最深的问题。如果有神，他是谁？他在意我吗？为什么会有苦难？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？我死后会去哪里？这时，科学就卡住了。它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形成、怎么演化、怎么运作，但却无法回答为什么存在，我是谁，我该怎么活。正如 C.S. 路易斯曾说过一句话，看见日出，我不仅因它的光芒而相信太阳，更因它，我看见了一切。自然启示就是这样的日出，你因它开始相信有光，但你还需要一扇窗，让你真正认识那道光来自哪里。那扇窗就是特殊启示。圣经是自我介绍，不是自然的延伸。你也许看过艺术家的作品，猜测他是谁，喜欢什么，心境如何，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真正的想法，除非他写下自传，
或亲自出现在你面前，自然是神的作品，圣经则是他的自白。特殊启示包含神对人类直接的话语，例如透过先知传达的预言与指示，圣经中明确记载的历史事件与真理，最终透过耶稣基督亲自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。耶稣不只是启示神的一部分，他是神的完全显明。他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约翰福音14章9节。换句话说，自然启示是有一位神，特殊启示则说明这位神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你该如何回应。两者不是对立，而是协奏。有些人会问，既然有圣经，为什么还需要自然启示？既然我能观察宇宙，干嘛还要读圣经？这就像问，既然我有眼睛看画，为什么还要听画家的解说？自然启示让你看见画，特殊启示让你听见画家的心。这两者不是敌人，而是协奏。自然启示激起我们的敬畏与寻求，特殊启示回答我们的疑问与呼唤。自然启示是上帝用宇宙写的情书，特殊启示是他亲自站在你面前，对你说，我爱你。自然与圣经双重奏的历史见证，历史上很多科学家并非信仰的敌人，而是因为信仰才投入科学。牛顿认为，自然中的秩序是神智慧的展现。开普勒说，做科学就是去思考神的思想。法拉第、巴斯德、孟德尔、马斯克威尔这些开创领域的巨人，大多信仰耶稣。他们不是因为无知才信神，而是越了解自然，越敬畏那位创造的主。结语，哪一种声音你愿意听？ Karen 回到城市后，开始默默阅读创世纪。他说，我从山林回来，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存在，但当我读到神亲自造人，亲自与人立约，甚至亲自成为人来拯救我们，我才知道这位神不只是造物主，他是爱。也许你也曾在大自然中有过震撼人心的时刻，那不是幻觉，那是神在透过自然向你轻声说话。但他真正的邀请，不只是让你看见，而是听见他的心。不要只在远处仰望他，打开圣经，你会发现那位创造星辰的主正在对你说，孩子，我一直在等你。